闺蜜被变态跟踪狂尾随，我建议她报警，她却美滋滋拒绝，病娇的爱才是极致的偏爱。后来她身上出现各种伤痕，人也变得阴郁应激。我怕她出事，最终替她报了警。从地下室被解救出来时，她奄奄一息，却在我伸手扶她时，将刀狠狠插进我心脏。我们病娇之间的爱情，用得着你多管闲事？尖锐的痛楚席卷全身，世界逐渐模糊。再睁眼，我回到闺蜜说她被尾随那一刻，我决心报复，但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连锁反应，我好像也被跟踪狂盯上了。一阵眩晕后，再睁眼，闺蜜不停摇晃我的肩膀。时浅，我碰上疯狂贪恋我的病娇了，看着她欣喜若狂的表情，我意识到我重生了。悔恨进入五脏六腑，我掩饰眼底的情绪，笑了下。那恭喜你呀。闺蜜愣了愣，我以为你会劝我去报警，毕竟你的思想一直很传统。怎么会呢？健康的恋爱固然重要，但畸形的恋爱实在精彩。能有个满心满眼都是你的人，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杨晶眼睛一亮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她兴奋地往外走，我要跟我的病娇联盟小姐妹们炫耀一下，让她们羡慕死我。宿舍只剩我一人，我猛地喘了口气，死死捂住心脏。上辈子听她说被跟踪，我急忙要拉她去报警，可她却挥开我的手，说什么病娇的爱才是极致的偏爱。她幻想跟踪者深情多金又专一，对她死心塌地。我劝她不要将现实与网络美化的病娇搞混，她却说我多管闲事，见不得她好，将我拉黑删除，和我绝交。我眼睁睁看她步步落入跟踪者的圈套，被跟踪者精神控制，折磨得不成样子。我最终报了警。警察将她从潮湿阴暗的地下室救出来时，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，浸满血的嘴里叼着半只死老鼠。我去扶她，可她突然将藏着的尖刀狠狠捅进我心脏。我当场毙命，咽气的最后一秒，听到她被警察扣着疯狂大吼：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我甘愿和她互相折磨，至死你多管什么闲事？上辈子救她，却被她杀死。既然重生了，我一定要让她把欠我的都还回来。杨晶回来时拎着杯没标的奶茶，脸上带着隐秘的刺激感。她迅速关上门，拽着我在阳台悄悄往外看。你看那个香樟树下站着个头戴耳机的男生，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。宽肩窄腰，身形修长，戴着口罩，碎发将眼睛半遮，看不清脸，但身形有些熟悉。是不是很帅？男人最大的魅力源自女人的想象力。我违心地点了点头。他手机突然弹出消息：宝宝，我精心准备的奶茶很有营养，记得全部喝完哦。杨晶秒回：你到底是谁？怎么有我手机号？我是不会吃你的东西的，你在骚扰我，我就报警了。他晃了晃奶茶，冲我狡黠的眨眨眼，得意道：我现在假装害怕，假装不知道他是谁。在我们病娇圈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谁更病娇还不一定呢。我要让他一步步走入我的陷阱，为我着迷，为我患得患失。他缓缓舔唇，想营造出一种平静的风感。我心里冷笑，那祝你早日拿下他，让他没你活不了。跟踪狂回了张图，你也不想这样子的你，传遍整个校园吧。乖乖照我说的做哦。杨晶的手机本就大剌剌摆在我面前，所以我第一时间就看到了。那是一张裸露的洗澡图，主角是杨晶。我观察着杨晶的表情，只见她怔愣一瞬，随即红了脸，嘴上娇嗔：她好讨厌，把我看光了。手上飞快给对面回消息：我这就喝，求你不要发，不然我会疯的。求求你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可她满脸期待拆奶茶包装的样子，可一点不像要疯的。奶茶包装袋拆开，细看还有些白色不明絮状物在上下起伏。我想到些不好的东西，被恶心的有点反胃。杨晶似乎也想到了，插了吸管，闪烁着眼睛，扭捏问我：你说这会不会是？我被恶心的起鸡皮疙瘩，连忙打断他：我去食堂了，你慢慢喝哈，别浪费他的心意。可刚出宿舍，手机就震个不停。杨晶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拉进了唯爱病娇姐妹群里。杨晶发了那张奶茶图，杨洋已有小病娇版，他给我点的，加了料，猜猜是什么？害羞妞妞正在被囚禁版，我猜是嘿嘿嘿。姑姑等待小病娇版，好馋流口水流口水。洋洋姐记得分享下喝后感。素素已为小病娇割腕版，她占有欲好强，你挖到宝了羊。杨洋已有小病娇版，空了的奶茶杯。杨洋已有小病娇版，味道怪怪的，不过我全喝了。害羞舔嘴，我都跑出来了，没想到还是被他切切实实恶心了一把。我连忙将群扔进群助手，恨不得立马给自己洗洗眼，再给手机屏幕消消毒。我快步走向食堂，仿佛走得越快，越能甩掉那股不适感。可我冷不丁脚步一顿，不对，那股不适感并不来自群聊，而是来自一道视线，像阴湿滑腻的蛇，吐着信子，直勾勾盯着我。我条件反射顺着那道视线看去，下一秒头皮发麻，汗毛直立，因为盯着我的是树下那个变态跟踪男。我吓得一激灵，连忙收回视线。一连2天，我除了上课从不出宿舍，那道目光仿佛是我的错觉，自那天后再也没出现。学校公共浴室维修了2天，找出了3个针孔摄像头。
我松了一口气，杨晶却很烦躁。她在宿舍发牢骚，将大拇指啃得血糊淋了。学校怎么突然犯病维修浴室？摄像头都拿掉了，我还怎么借机让萧雨辰抓我把柄？他已经2天没有联系我了，他是不是腻了？杨晶可能自己都察觉不到，现在的他阴郁且易怒，动不动就举止偏激。上辈子我就发现，那个人不单单是跟踪他，也爱的名义冒犯他，更多的是精神控制，想从根源上摧毁他。我曾忍不住提醒杨晶，但他那时早跟我断交，跟他所谓的病交姐妹们走得很近。我说什么，在他看来都是嫉妒他。但如果那个人真是萧雨辰的话，他确实有让人嫉妒的资本。金融转医学且跳级硕博直读的天才，校园高冷男神，绩点高的可怕，家世也好的可怕。可我疑惑，这么有钱的人，为什么上辈子将杨晶关进老破小的地下室？以他家的权势，囚禁一个人易如反掌，更何况这里面还有杨晶自愿的成分。杨晶突然看向我，石浅，你最聪明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你搬去校外租房，这样他就有机会了，甚至可以撬门躲进你家。杨晶一愣，欣喜若狂。对，不愧是你，他咬住手喃喃道。到时候我提前布好监控，看他偷溜进我房间，闻我穿过的衣服，睡我睡过的床，看我不吃早饭，会给我留下热腾腾的早餐，看我有脏衣服，会替我洗掉，看他恨不得对我拆之入腹，又因为不忍心而克己复礼，他偏激可怖，却对我爱得如履薄冰。他要在某天掳走我囚禁，那我就假意顺从。杨晶猛地抓住我的手，石浅，到时候你救我出来。在他找我找得日日癫狂时，我再把他囚禁在我的房子。我是猎人，他才是猎物。杨晶的表情变得扭曲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。我抽回手，漫不经心点了点头，指着手机上的租房信息给他看。这套怎么样？人少偏僻，适合他接近你。我指的恰好就是上辈子解救他的那个小区。上辈子好心好意劝他救他，结局却是他毫不留情的一刀。这辈子我主动送他入局，他却要让我救他。你还是就烂在那吧。杨晶盯着住房信息图片上掉皮的墙壁，有些迟疑。有点破，我不太能。我打断他，你只是暂住，过不久就会被他接走。他那么有钱，肯定在一栋别墅里给你准备了精美的黄金囚笼。杨晶被我说服，隔天就搬出了宿舍。我以为我会心静一阵，但没想到他走的第2天，那道如影随形的视线又出现了。起初，那道目光只若有似无地出现在我去上课的路上，我躲避不开，每次上课都把自行车蹬得飞快。后来，对方开始变本加厉，无论是去食堂还是去操场，那道目光都紧紧粘着我不放。他将自己隐藏得很好，每次我被逼得情绪濒临崩溃，想去抓他时，又什么也抓不到。他开始给我发短信：你今天起晚了，不要迟到，蔬菜也要多吃，不能挑食。你1天没出来吃饭了，给你点了外卖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有点多，吃不完倒掉，别暴饮暴食。为什么不跑步了？记得关窗，明天会下大雨。不是让你关窗吗？帮你关了，幸亏是在1楼。别换手机号了，折腾半天，我总能找到你。我意识到，即使我重生了，也无法做到像爽文女主一样将一切掌控在手中。我在明，他在暗，他是熟练的变态跟踪狂，掌握了我所有的信息，而我对他一无所知。这种无论做什么都逃脱不过的窒息感令人抓狂。每当我被他折磨得喘不过气来时，不得不佩服杨晶们的脑回路，竟然对这种变态都能义无反顾地吻上。我把被跟踪这件事告诉了辅导员，但没提萧雨辰的名字。我曾在大一时短暂接触过萧雨辰，我排在他之后作为优秀新生演讲。他递给我话筒时动作随意，但只有接过话筒的我知道，他用3根手指捏着铜柄尾端，递时眉毛微蹙，像是抵触和人接触，递完后眉毛舒展，并在人看不到的地方擦了下手。此后他在我心里由成绩牛逼的学长变成有洁癖的冷漠士逼。我想象不出他躲在阴暗面跟踪人的样子，越想越觉得杨晶指给我的人只是身形有些像。辅导员听完我的描述，没当回事。校园每天都有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，你应该是压力太大，往年也有学生有这种情况，不要多想，专心准备期刊论文，争取保研。辅导员那里走不通，我只能躲进宿舍。可就算在宿舍，那道目光也仿佛如影随形。我连丢了2件衣服，这件衣服布料太差，不要穿了。这件衣服太透，今天有不少人偷偷打量你，你没有察觉吗？我第一次回他，滚那傻逼，除了你在跟踪我，还有谁会这么变态？不要说脏话。给你量身定制了几套衣服，放宿管阿姨那了，记得拿。我的愤怒在他眼里不值一提，他甚至要反过来教训我。这种失控感令我恐慌，而他各种物质补偿，让我怕我会变得和杨晶一样，在潜移默化中妥协，在不知不觉中沦陷。我开始疯狂翻找唯爱病娇姐妹群，企图找到他还在跟踪杨晶的证据，但杨晶的群聊记录早停留在了搬出宿舍的第4天。我死死盯着他发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来过了，可我还什么也没准备好，针孔摄像头哪里有卖的？兴奋，下面的唯爱病娇小姐妹们纷纷支招。
但杨晶没再回，甚至退出了群聊。渐渐的，那些人开始猜测他是不是被囚禁了。猜测提出后，他们第一反应是兴奋羡慕，恨不得立马有人来囚禁他们，却没一个人认为他会有人身危险，他会死。我控制着手抖，给杨晶发消息：明天有张老师的课，他会点名，记得来。对面过了许久才回：不去，让他记呗。我猛地将手机摁灭，呼吸急促，心脏砰砰直跳。是杨晶的口吻，但我们专业根本没有姓张的老师，也就是说，回我消息的是那个跟踪狂。他现在很有可能已经被关进了地下室，甚至这么多天过去，他已经像上辈子那样被折磨的只能抓老鼠吃。我神经紧绷了一会，突然感到畅快。这次他遇害明显比上辈子提前了不知道多少天，可能过不久他就会在那个地下室腐烂生蛆，与鼠虫作伴。对于杨晶这样的人，我连复仇都这么轻而易举。我沉浸在喜悦中，突然手机一震，有短信进来。我看清内容后，脑子轰的一下，猛地将手机甩了出去。是跟踪我的人发来的一张图，杨晶被一根狗链拴着，毫无知觉地昏死在地上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身上伤痕遍布，整个人瘦得像骷髅，模样比上辈子皮包骨头还惨。你在找他？他害死了你，你还要救他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才从巨大的恐惧中缓过来。他连我死过重生的都知道，说明他从上辈子就一直偷窥着我，像是密不透风的网，追到这辈子要牢牢将我罩入其中。他很谨慎，撤回了那几条消息，又发来新的。我吓到你了？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害你。我下颌发紧，牙齿止不住发颤，删删减减好多次才把句子打对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跟踪杨晶的人吗？啊，你把我误认成了那个变态。你不是吗？我不是他，别把我和那个猥琐胆小的胖子混为一谈。原来跟踪我的是另一个人。听他描述，跟踪杨晶的也肯定不是萧雨辰。我竭力保持镇静，和对方周旋，争取套出更多信息。我是说变态，你不是吗？你跟踪我，偷窥我，掌握我所有的信息，不停给我发短信骚扰我，偷我衣服，时时刻刻提醒我处在你的监控下，你不是变态吗？抱歉，我本来只想保护你，但太爱你了，有些控制不住。那我告诉你，我很安全，你不用保护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你别打扰我了，去过你的生活。他能轻松拍到杨晶的照片，说明要么和跟踪杨晶的人认识，要么比跟踪杨晶的人手段更极端。死过一次，我不可能因为他的一面之词就放松警惕，更何况我不是杨晶，不会对一个时刻监控着我的人感恩戴德，甚至心生好感。这令我想想就觉得恶心。对面过了很久才回，仿佛没有看见我的上一条劝告。该吃饭了，给你点了外卖，一会宿管阿姨会给你送去。我死死攥着手机，屏幕早被我摔碎，此刻我恨不得让对面的人也碎成茶籽。我就知道，即使说的再冠冕堂皇，核心还是随着自己心意让自己痛快，什么极致的偏爱，什么为爱作茧自缚的占有欲。他们这种人只是享受追逐的乐趣，享受我逃而不得带给他完全掌控其中的快感。我心里燃起熊熊烈火，指尖飞速打字：我要见你，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最糟的结果不就是再死一次？为什么？他的回答出乎意料：明天下午4点，巷子咖啡馆 A7 座，给你一个光明正大站在我面前的机会，别整天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偷窥。他直到深夜才回。好。第二天下午，我被导员叫去帮忙填资料，等忙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3点57了。跟踪狂在3点半就发来了短信：我到了，给你点了澳白。现在又蹦出来一条：咖啡凉了，你迟到了。我打了车往那赶，到巷子口时已经4点15了。跟踪狂又发来一条信息：抱歉，虽然很想见你，但你失约了，下次见。车开不进巷子里，我只能下车拔腿狂奔，一边跑一边打字：别走，我到了。马上出巷子口时，猝不及防撞上突然出现的人，浓浓的消毒水味袭来，我手一滑，消息发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被我撞上的人手机发出信息提示音，一刹那，我的心跳仿佛蹦到了嗓子眼。我猛地后退抬头，等看清这人模样时，呼吸一滞。我失声道：是你？我防备地看着他，一只手伸进口袋，紧紧抓着脱帽钢笔。萧雨辰眉毛轻蹙，莫名看了我一眼，眼底闪过一丝烦躁。随后他拿出湿巾，用力擦拭手指。你认识我？我怔然一瞬，脑子里瞬间闪过很多思绪，最后视线落在他有些不耐烦的神情上。不对，他不会是跟踪狂。恰好他转身扔湿巾，露出背后的咖啡馆。我选的 A7 座靠窗，看过去时，那个位置刚好站起来一个人往外走，穿着打扮正是那天树下那个人。那人若有所感，抬头目光直直看了过来，黏腻的视线瞬间缠了上来，令我不寒而栗。我高估了自己的胆量，恐惧涌上心头，脚仿佛被定在地上，想去追，却动弹不得。你怎么了？萧雨辰扔完东西，疑惑地顺着我视线往后看。我突然死死抓住他的胳膊。萧雨辰，帮帮我，
我被人跟踪了。萧雨辰攻读精神医学，找他帮忙，他一定能分析出对方的目的，还能抓到那个人。萧雨辰被我抓得一愣，本能想撇开我的手，但我顾不得礼貌，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着他。我指着站在咖啡馆门口死死盯着我的跟踪狂，嗓子发紧，就是他跟踪我，求求你帮我。萧雨辰与跟踪狂对视上的瞬间，那人阴鸷的眼神顿时一变，拔腿就跑。曹！萧雨辰低声咒骂一句，挣开我的手，立马追了过去。小巷子路多，萧雨辰毫不犹豫地跟在那人后面跑进了一条小道。我等了有20多分钟，等萧雨辰冷着脸从其他巷口出来时，我收到了那人的消息。他是谁？你不乖。萧雨辰跑出一脑门汗，抱歉，那个人对着很熟悉，我跟丢了。我后知后觉，感到过意不去。没关系，谢谢你能帮我，我请你喝东西吧。萧雨辰没回，指了指我手机，这是那个人弄的。你遇到这种事怎么不跟导员说？我摸着破碎的屏幕，叹气说了，导员不信，可能对他来说，我这种快毕业的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萧雨辰眉心微蹙，眼神落在我亮起的手机屏幕上，上面是和跟踪狂的聊天记录。抱歉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我的研究方向或许可以帮到你。我点头，将手机递给他。他妈撒了下手指，还是克服了洁癖接了过去。他滑看我和跟踪狂的聊天记录，我观察他，他此时看起来没那么不近人情，也会乐于助人。这样吧。萧雨辰突然抬头，触碰到我明目张胆的打量时，微不可察的一顿。我慌忙垂眸接过手机，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尖。你看出什么了吗？可以从中推断出他的藏身地点吗？萧雨辰低声笑了下，没那么容易的，你加我微信吧，到时候他再给你发消息或者有什么举动，你及时告诉我。他调出二维码给我扫。抱歉，我需要回趟学校，不能陪你喝东西了，有什么事你尽管给我打电话。我连忙点头，今天已经够麻烦了，你有事忙就快去吧。自那天起，我开始和萧雨辰频繁联系。对于那天的消息，他让我回，他是我男朋友，你在跟踪，后果自负。但效果不大，对方还是不停骚扰我。说谎，男朋友怎么不陪你吃饭？给你点了外卖，记得拿。自那以后，萧雨辰只能被迫假扮起我的男朋友，有空会陪我上课，接我去餐厅吃饭，陪我在操场跑步。我久违地行走在阳光下，甚至想着，如果这样能让跟踪狂退缩的话，和萧雨辰真的谈恋爱也不错。他除了有些洁癖，话少外，扮演起男朋友简直不能太合格。但我也只是想想，不能得寸进尺。没等我好好享受这久违的轻松日子，跟踪狂又开始频繁给我发消息。你觉得雇一个假男朋友，我会看不出来吗？石浅，不要为了气我而委屈自己。他不称职，连你讨厌西兰花都不知道。他发消息时，我和萧雨辰正在外面的餐厅约会，餐盘上是萧雨辰好不容易克服洁癖，给我夹了一块西兰花。那种被注视下无所遁形的感觉如潮水般袭来，仿佛我无论怎么做都逃不出他的掌控。我毫无隐私，甚至有一瞬间觉得所有人都在偷偷注视着我。熙熙攘攘的餐厅，人来人往的顾客，不停询问我用餐体验的服务员，他们的视线都若有似无地扫过我。我死死捂住耳朵，紧闭双眼，不听不看，仿佛就是安全的。直到有人突然拽着我胳膊将我拎起来，我才发现原来我在恍惚中竟无意识地往桌子下钻。江石浅看着我，萧雨辰半蹲着，捧住我的头，让我直视他。触碰到他眸中焦急的关切后，我的眼泪蓦地滑落。我突然理解了老师课上讲的斯德哥尔摩。萧雨辰怔愣一瞬，迟疑地抱住我，声线清润，温柔至极。不要怕，没事了，告诉我，他是不是又找你了？我压下喉间哽咽，将头深深埋进他的颈窝。手机给我。萧雨辰一手环着我，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。他试着帮我回拨，但对面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是空号。我浑浑噩噩的，任由他拉着我离开餐厅。我们去了警察局报案。遗憾的是，警方也追踪不到对方，甚至因为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，立不了案。我在宿舍呆坐了一晚上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将目光最终定在杨晶的床位。凌晨4点，我给跟踪狂发信息：杨晶还活着吗？这个时间段，他秒回：你还想救他？我不知道。我们见一面吧，就在那个地下室。你说爱我，你不想亲眼看看害死我的人的下场吗？这是陷阱吗？你要带着你的假男友抓我？抓到我又怎么样呢？上午10点，我不会再迟到。不管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，我们做个了断吧。好，你自己来。我没回他。9点55，我头昏脑胀的在教学楼拦住刚下课的萧雨辰。在一阵起哄声中，我带着恳求的望着他。抱歉，再帮我最后一次，以后再也不麻烦你了。萧雨辰微愣，扶住有些站不稳的我。他转头将书扔给了起哄的舍友，和我一起打车直奔那个偏僻的小区。半个多小时的路程，萧雨辰任由我紧紧拉着他的手。
交握的手心起了汗，萧雨辰仿佛被我治好了洁癖，眉毛都不皱一下。下车的时候，手机意料之中响起了信息提示音。石浅，你又迟到了，你总在践踏我的真心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站在杨晶租住的那栋楼下，我将信息摊开在萧雨辰面前，勉强笑了笑。我又来晚了，我崩溃地蹲在他面前大哭。萧雨辰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我要见他，但又害怕见他，我不敢面对这个变态，我怕真的看见他，却对他无能为力。我真的会疯的。我磨蹭了一个早晨，有无数的机会提前到这里，但最后我却像个胆小鬼一样，只敢找你陪我。你说我是不是这辈子都逃脱不掉他了？过了许久，萧雨辰仿佛叹了口气，蹲下，像在餐厅里那样拥住我。他拍着我的后背，轻声道：“不要怕，我陪你。石浅，如果你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辈子。”他替我擦掉眼泪，看我的眼神那么温和纵容。你想吗？他的声音低哑，缱绻而勾魂，换了任何一个女生都没有理由对他说不。可我淡漠地想，萧雨辰，你费尽心思，到底想要什么呢？我垂下眼眸，向下了决心。萧雨辰，我死过一次。萧雨辰呼吸一滞，我拉着他站起来，顺着楼梯往上走。第一层，我告诉他我是重生的。第二层，我告诉他重生前我的闺蜜被人跟踪。第三层，我告诉他闺蜜喜欢病娇，但那跟踪狂不是她理想中的病娇，她将她折磨得很惨。第四层，我告诉她，即使闺蜜恨我，但我还是替她报了警。第五层，我告诉她，我救了闺蜜，但她一刀把我捅死了。讲到这，萧雨辰倏然握紧了我的手，我冲他笑笑，带他接着往上走。我站在杨晶租住的房子门前，回头对萧雨辰说，他虽然杀了我，但毕竟是一条人命，我还想救他。等救完他，我再告诉你答案。萧雨辰的脸上第一次出现错愕茫然的表情。楼下传来警笛，训练有素的警察上楼。我拉着萧雨辰走向一边，警察迅速将门撬开，并快速扫荡一圈屋子。一股腐朽潮湿的气味自门内散出。有警察出来摇了摇头，留下一部分人检查屋子，带剩下几个去搜索地下室。我想拉着萧雨辰跟下去，拽了一下没拽动。怎么啦？萧雨辰眼里闪过一丝慌乱。太危险了，我们在这等着吧。我撒开他的手，自顾自往下跑。萧雨辰只犹豫一瞬，便还是跟了上来。地下室的铁门被锯开了，浓浓的霉腐味混杂着各种酸臭味、血腥味、尿骚味扑鼻而来。警察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，映入眼帘的场景让所有人倒吸一口气。杨晶没死，却比死还难熬。他趴在地上，脖子四肢都被铁链拴住，地上混合着各种散发着恶臭味的浓稠物，一群苍蝇飞来飞去。灯一开，不少老鼠从他身上各处逃窜。他眼带希冀抬头，嘴里一如上辈子我救他时叼着半只死老鼠。不同的是，他的嘴巴早已溃烂，细看有蠕虫在缓缓爬动。所有的警察都被这一幕冲击到，迅速反应过来后，他们立马展开救人措施。锯铁链的声音响彻整个楼道，有女警轻声安慰他：“别怕，我们立马救你出去。”杨晶突然变得狂躁，嗓子里发出嘶哑难听的声音。啊不，他疯狂挣扎，警察不顾遍地狼藉，死死把他摁住。杨晶看到了人群外的我，眼神凶狠地瞪着我。死滚啊！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直到警察将束缚在他身上的铁链都割开。杨晶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力量，挣脱所有人，向我冲了过来。他手里握着一把小刀，直冲我的心脏捅来。我握紧口袋里的钢笔，他的手腕受到只剩一层皮，而抓住他反杀这一刻，自重生后我练习过无数次。我静静地站着，刀尖逼近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他很可怜，刚想侧身退步，下一刻一股力量将我扯开，杨晶的刀直接插进萧雨辰的腹部。所有人都被这突然的变故搞得措手不及。杨晶一愣，失去力量支撑，跪倒在地。他流着泪，眼也不眨地盯着萧雨辰，看他被一拥而上的医生围住急救。他突然幸福地笑了下，我爱萧一起死。我跟着萧雨辰上了救护车。临上车前，我似有所感地看向不远处的灌木丛，那里丛木摇晃，似有风吹去，带起一阵惊慌。萧雨辰进了急救室，3个小时后被转入普通病房。他睡了多久，我就看了他多久。1个小时后，萧雨辰麻药进过去，悠悠转醒。他一睁眼就慌张地四处寻找，看到我时，他松了一口气，挣扎地坐起来要拉我。石浅，你怎么样？他有没有在伤害你？我回握他的手，他的手心湿凉。谢谢你，我救了杨晶，你救了我。我不动声色地观察他的表情，缓缓道：还有个好消息，警察对比了现场的 DNA， 找出了囚禁杨晶的变态。好巧，他和你一个姓，叫萧磊。在萧雨辰逐渐冷静的神色中，我撒开他的手，抱臂靠在椅子上。更巧的是，他竟然是你的双胞胎弟弟。萧雨辰，你知道你弟弟是变态吗？还是说你和你弟弟一样？我从不认为萧雨辰会干出躲在阴暗处偷窥人的事，但不代表我不怀疑他。
毕竟树下那道身影和萧雨辰那么像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当那人盯上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下一个目标是我。可奇怪的是，给我发消息的人口吻和给杨晶发消息的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萧雨辰有人格分裂？不，人格分裂者学精神医学，这听起来太可笑了。直到他说出我上辈子的事，我发觉事态严重偏离了我的掌控。我要见他，但绝不会不做准备的赴约。我去给导员整理资料，恰逢假期，导员人手不足，我特意留下一部分资料给导员推荐萧雨辰帮忙，又卡着点赶去咖啡馆。果然，我在巷子口撞上急匆匆往外赶的萧雨辰。让我更坚定怀疑他的是他身上的消毒水味。他送我的衣服，即使特意遮掩，也散发着淡淡的消毒水味。他习惯了这个味道，可能察觉不出，但对不常接触的人来说，几乎是立马就能闻出来。我一瞬间锁定了他，即使不能100%确定，但一定和他脱不了关系。可他转身露出咖啡馆那个人时，我的推论又被打破。那人周身阴质的气息，直白又黏腻的视线，几乎是立刻让我确定跟踪我的就是他。但萧雨辰是怎么回事？情急之下，我一把抓住萧雨辰，装作极其害怕的样子，求他帮助。萧雨辰回头看到那人时，眼里的懊恼一闪而过，而那人也不是害怕的逃跑，更像是对抓包后的心虚。萧雨辰很热心的，因为陌生人的一句话就追了上去，并且作为校运动会打破校纪录的短跑冠军，没能追上。我意识到他在为那个人遮掩，甚至骚扰短信中那个胖子也是误导。杨晶的猜测没有错，树下那个身形酷似萧雨辰的人很可能是跟踪他的人。但他不是萧雨辰，那是谁呢？我找不出答案，沉浸在一个担惊受怕的受害者形象里。我让萧雨辰帮我，并短暂地拥有了一段正常的校园生活。我知道这种安全是假象，萧雨辰很可能就是给我发短信的人，而那个酷似萧雨辰的人很可能是跟踪我的人。我知道这一切，只是缺少证据。我清醒地知道他们在联合起来给我设局。但当在餐厅里突然收到新信息时，我看着萧雨辰放在桌上的手机，一瞬间觉得自己猜错了。双重折磨下，我差点迷失自己。当萧雨辰抱住我的时候，我竟生出了妥协的想法。可是短信可以设置时间发送，西兰花是萧雨辰点的，也是他家给我的，他有能力掌控一切。从警察局出来那晚，我一阵后怕，连原本清醒的我都差点走入圈套，更何况那些被引诱进去的人呢？我要破局，所以我用了一个晚上思考有哪些遗漏的地方。我不断回想萧雨辰和那个疑似萧雨辰的人。神经极度紧绷疲劳下，脑海里突然想到刚开学那会，新生对萧雨辰的讨论。有匿名用户说萧雨辰好像有个双胞胎弟弟，但那句话只弹出几秒便消失不见，仿佛除了一直盯着论坛的我，没人注意到那句话。一个大胆的猜测在脑海中形成。我故技重施，果然在那栋楼下，失控崩溃的我让萧雨辰缓缓露出藏在心底的密刀。我没来得及和萧雨辰复盘，他就被警方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看管起来。永远不要质疑警方的办案能力。我只是被灌木丛的摇晃吸引了视线，而警方已经围绕那里展开搜捕。我只是告诉警察萧雨辰和跟踪者可能有血缘关系，警方就能将案子推测出大概。后面似乎格外顺利，警方甚至没有花多少心思，萧雨辰就把一切都说了出来。萧磊，萧雨辰的双胞胎弟弟，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。萧雨辰发现时，他已经精神控制了3个女孩。萧雨辰试着带他看心理医生，送他去精神病院。但他转好后不到1年，又开始对女孩下手。萧家心疼萧磊，让萧雨辰救救他。萧雨辰只能被迫从金融学转精神医学。但眼看萧磊越来越肆无忌惮，为了萧家声誉，萧雨辰只能替他善后。直到萧磊将目标转向我。当警方问及为什么短信骚扰我时，萧雨辰说他爱我，所以不能让萧磊伤害我。他从萧磊的脑回路出发，让萧磊知道我是萧雨辰的所属物。最后萧雨辰的证词结合警方的调查，由于萧磊迫害了数名女性，其中甚至还有跳楼自杀但被萧家用钱封口的，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。而萧雨辰由于包庇罪，处3年有期徒刑。案子结得很顺利，但似乎又太过顺利。我去精神病院看了杨晶，医生说他有自毁倾向，他不想自救，所以这辈子都很难像正常人一样了。我看向房间里的他，他将自己靠在床上，时不时用头撞向四周，奈何周围全是泡沫，撞不死，可惜了。我又去医院探望萧雨辰，他安静地靠在病床上，拿着本反脆弱在看。此刻的他似乎又恢复了曾经那个高冷校园男神的形象。他见我过来，似乎并不意外。我等了你2个星期，你终于来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打量他这个高级病房。萧家少爷即使快坐牢了，也有很多方法让自己过得体面。萧雨辰放下书，视线随着我移动，最后我将目光落在他那本金融类书籍上。萧雨辰，你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。萧雨辰2手摊开，料到就你却被你送进牢的这一天吗？
别装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你是故意找上我的。他挑了挑眉，你怎么这么想？你玷污了我对你的爱。我厌恶地蹙眉，你不想继续下去了，想自救，选一个主攻犯罪心理学的优秀生当做你的目标，替你结束这一切，再合适不过了，不对吗？更妙的是，他还是重生的。你从上辈子就盯上我了，但可惜你还没实施计划，我就被杨晶杀死了。我也是突然想起来，我下定决心要帮杨晶报警，是因为收到了一条跟踪短信，现在看，那短信就是你发的。萧雨辰低连眼睫，许久，他看向我，眸底带笑。石浅，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？他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喃喃道：我早就累了，我时常想，为什么每次都要我给他善后呢？他有病，他犯错，为什么要剥夺我喜欢的东西？我恨死他了，却又因为可笑的血缘，不得不管他。他看向我，眉眼含笑，轻声道：还好有你，你聪明，意志坚定，专业对口，不会被人蛊惑，有你揭开真相，再好不过了。我猛地将手里的包砸向他。门口守着的保镖蠢蠢欲动，萧雨辰捂着腹部，嘴唇苍白，冲外头挥了挥手。想到在餐厅时差点心理防线崩溃，我浑身发抖，控制不住哽咽，有些失控道：混蛋，你就没想过，如果我也被你们毁了呢？你和你弟弟一样，根本不把别人的人生当回事。萧雨辰咳嗽两声，唇角弯了弯，直直凝视着我，眸中流转着无尽温柔。不会的，你忘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那个问题吗？只要你想，我可以一直陪着你。我冷笑一声，逼近他。如果我当时说想，你会怎么做？他视线飘远，不等他回答，我斩钉截铁道：你不会像你弟弟那样，恨不得把人折磨致死，但你会在潜移默化中束缚我的自由，摧毁我的意志，让我从精神上完全屈服于你，让我没有自我，没有思想，从根源上成为任你摆布的娃娃。我承认，你才是杨晶理想中的所谓病娇，但绝不是我一个正常人会接受的。我将包拿起来，一字一顿，咬牙切齿。承认吧，萧雨辰，你和你弟弟一样恶心。自那天后，我再也没关注过他们，直到我保研成功，导师叫我去给新生整理录取通知书。他唏嘘道：杨晶本来也是能保研的好苗子，只是不知道后来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前几天家长来办肄业，听说是跳楼了，抢救无效死亡。他叹了口气，隔壁院的萧雨辰也是，好好的被他弟弟拖累，当初在金融学院也是个风云人物，后来转去医学院，人变得沉默不说，还被他弟弟害得吃牢饭。还是你省心啊。对了，那篇研究斯德哥尔摩的论文怎么样了？临毕业前还能交稿吗？后来我行走在新校园里，听校友讨论母校那个传奇人物出狱后放弃原导师的读博邀请，转而考起 MBA 了。那个校友说他都坐过牢了，再学医也没什么医院敢收他了，像他这种公子哥混个 MBA 以后继承家业多好。再后来听说萧雨辰考到了我们学校，不过那时我已经顺利入职警察局了。再见面，他作为萧磊的直系亲属来局里认领尸体。人是在监狱外出看病时逃走的，跟踪一位男娘，被人发现后慌张逃窜，被酒驾的货车司机撞飞，当场毙命。萧雨辰一身西装革履，举手投足间带着从容成熟。他只草草扫了一眼，便签字让手下人将尸体带走。彼时我刚协助警察审完犯人，疲惫地站在警察局前看星星。他走过来，站在我身边，静静地吸完了一根烟，最后一抹猩红落地。我没搭理他，他也没说话。此后各自追求天地间。